哥，这地方叫啥呀？叫啥都不知道，来这干啥？朋友约来的。洪亮，哎，海东省检察院11部检察官派驻到东平的指导小组副组长镇里王。你谁呀？你啥意思呀？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以上情况，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然然，你长大了是不是？所以好多的事情啊，要学着坚强的面对，啊。说看看，这手咋弄的？跟叔说，这手咋弄的？同学们看到那个视频了，他们说我爸爸坏话。我爸爸是个好人，他不是贪污犯。不是。你说，你爸是那样的人吗？你爸爸当然不是那样的人。然然，你这个大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多的事情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所以你永远要相信，你爸爸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可是周梅事情已经定性了，现在对老乔最好的结果就是赶紧让他入土为安。你和然然日子还要继续，不是吗？其他我都认，但是你要是不给开这个追悼会，这次我就不签；你要是开，这次我就签。周梅，我知道你很难接受。周梅，这件事情我们要冷静的去想。我希望你真的能冷静。你走！出去！李姐，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了，我觉得您就先回去。
前赶紧汇报。李现，我们先回去吧。周梅，这个字，你要是不签，按照规定，就只能由我们公安机关处理异地了。我和你说一下这个规定：对于已经查明死因、没有必要继续保存的尸体，通知家属领回；如无法通知家属，或通知后家属拒绝领回，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必须及时处理。我去趟市局，你们自己回去吧。静儿，签了吗？你觉得呢？你说，李健，周梅签字了。啊，我知道了。哎，我刚从老乡家出来，这件事儿就算是结案了。怎么说？还能怎么说？畏罪自杀。我觉得周梅还是想给他办个告别会。日子定了，我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儿去，行吗？咱再说呗。什么叫再说吧？咱俩一块儿去，送他最后一程。这事儿就算是翻篇了，行吗？好，先这么着吧。李健，还顺利吗？嗨，有什么顺利不顺利的？说这个，李健，我也想自我批评一下。我跟老乔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了，我怎么就没有任何的察觉呢？我在党政廉洁这一块还是放松了，我也有责任，跟你没关系。我就是一直想不明白，老乔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其实我跟夏爸一样，
我也一直想不明白。后来我媳妇儿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想明白了。她说人是会变的。不过老乔这件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们是司法人员，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谨防腐化之风的侵蚀。那我去忙了。老谢，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怎么可能呢？我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我都这个岁数，我就想着能够顺顺利利的退休。目前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万海案给办好。谢谢。洪老师，洪老师，咱先上哪儿去呀？回去。回哪儿去呀？回去。啊？怎么了？再放，一直放嘴呢。咋样？像，确实像，对吧？像光晕。烟，你家光晕拉丝儿啊？香呢？有没有可能是香啊？你这季节熏蚊子，还说老乔自杀之前点根香拜谁呀？明显就是烟，只能就是烟呐。我已经给家属打过电话咨询了，老乔这10几年就是一口烟人家都没抽过，哪怕是最后那几天，现场所有的物证当中，车里面没有烟头、打火机、烟盒，跟烟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烟，说明什么？缩小，缩，原比例，烟从这儿出去的，说明这个地方或者是这块有一个抽烟的人。洪老师，你别吓人啊！我吓你干什么？我当时想到这点的时候，我浑身汗毛根都立起来了。说明啥？只能说明一点，就是老乔被人弄死的。不对啊，洪亮，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应该去跟领导阶段性汇报吗？别提了，老悬了。我跟你俩说，当时小张开车，还有7分钟就下高速进海州了。你没有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活着。海恩啊，哎，最近地方给我停下来。好，我及时的发现了这个疑点，我迅速反应，迅速判断，及时处置。然后我说小张，就从最近出口，你给我下去，下去之后你盘过来，马上掉头回到这儿。别掉头啊！一直往前开呀。
去向领导汇报啊。不能，我做的是阶段性的情况汇报。你这领导一看啊，说你这个阶段性的情况不完美啊，有疑点有反转呢，那就说明你在阶段性的工作当中你不认真呐，对不对？那所以那领导不得？你这个疑点是在路上发现的吧？对不对？嗯，那领导不会怪你的，你就应该直接交给领导，衣服一脱去北京，工资翻3番，奔向新生活。杨组长，看来你还是不是了解我啊？我呢，大色块上来说，是一个集体主义至上型人格。那为什么说我发现这个疑点，我愿意掉头回来呢？你以为我光为了自己，我就愿意说我把这些经验、这些东西，我分享给整个指导组 ，share 给各位同志们。有朝一日，当领导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亚平同志领导的指导小组攻克了这个难关，发现了这个疑点，解决了最终的问题。我是这么一个心意。行，心意收到了，我代表指导组向你表示感谢。哎，我们会努力攻克这个难关。你可以走了。啊？确实，有些人该放就得放。哎，总要给同志们一个更多的成长和锻炼、学习的机会嘛！哈哈。辛苦，亚明组长，祝顺利。洪老师啊，房间办好了，还是原来那间。你们没打算走啊？对呀，这是您房卡。洪亮，哎，你认真起来挺像个检察官的，没那么怂。王老师，您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啊。哎，看来有些同志留下来，还是有它的实际价值的。想知道乔振兴案的真相吗？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请问咋回？明天早上10点，大营沟桥下见。一个人来？哪个人？老乔就死在水边了，还一个人啊？洪亮同志，啊？又怂了？嗯。沟桥，这个桥，那个，往那儿。走吧。你干啥？你咋不去呢？人家信息上说让你一个人来。我知道是谁，我死这怎么办啊？洪老师，我跟您去啊，那肯定是没问题。那你说人要看见咱们2个人来，不跟咱们说了，不白来了吗？
那你离洪老师近点呗。一定离您近点，就这么。不是现在近，一会儿你近，你要看不好，你得往前冲啊！冲，一定往前冲。车钥匙呢？不是，就这么2步路，您还得开车过去。洪老师呢，多少吃的盐比你多点儿，就怕说一会儿你贪舒服，你就猫车里边，你真把洪老师给误了。哎呦，我羽绒服还在车上呢。手机带了没有？带了。那不就完了？冷啊，哥。啊。水挺浅呐，有鱼吗？大哥，这片叫啥呀？啥都不知道，你来这干啥？朋友约来的，东平市里过来的。阿伟，开车都得1个半点，你走来的？我车停那边了，现在过来瞅瞅风景。洪亮，哎，海东省检察院11部检察官，派驻东平的指导小组副组长，是你吗？那你谁呀？你啥意思呀？神神叨叨的。跟你说了1个人来，你啥意思啊？哎，不是，好好说话呗。不是，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我遇事不得谨慎一点、稳妥一点啊？我没报警，就一个司机开车跟我过来的。哎，不是，马重阳，东平市第2监狱监狱长。监狱的。短信没看呢？看看。跟你说了，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乔振清的事。聊呗。我和乔振清也是好朋友，以前经常在这钓鱼。你咋来这么晚啊？我去见了万海新欢的律师，我在那儿见着一人。哎呀，你那案子呢？领导都把你撤了，你还操那么多心干啥呀？有空钓钓鱼多好啊！那人怎么这么眼熟啊？谁眼熟？作为老哥，我说你2句，你要是还有什么证据，就跟总部汇报，别自己扛着。万海那案子都2年多了，你还能咋的？你呀，还是年轻，还有心气儿。换我，把我撤了，我正好撒手不管了。这就来了。哎，那你要干啥去？我想起来了，我得去法院查个人。直到他死的前1天，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预警报的内容有没有看？是我写的关于案情的分析。我现在虽然被撤了，但是关于万海案所有的思考和疑问都在里边写着呢。这个 U 盘非常非常重要，万海现在有重大疑点，请你一定要帮我保护好这个 U 盘。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
请帮我交给组织。哎，你啥意思啊？我拿不了，因为老乔呢，人有家属。周梅就是个老实人啊。我猜老乔把 U 盘给我，就是不想让家人搅起来。不是周梅，秦风。对，人警察。他都调到警保科去了。再说了，他这个人有多怂，你不知道吗？那我也拿不走。我跟指导组下来的，我们是来指导张文京案的。别的不掺和，可你是11部的，你能进指导小组，除了张文京案子，肯定还有别的任务啊。我呢就是个凑数的，我马上就脱检查服了。但你是仇志新的好朋友啊！不，好朋友不也得讲组织原则吗？你按组织程序来讲，东平有公安局，东平还有检察院，就说你马监狱长，你有上级单位，叫东平市司法局。我拿不走。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特此举报，以上情况，恳请组织调查处理。2月27日。一个知情人。据张文京的说法和已有物证分析，东平货运站的转让不能确认是强迫交易，不排除有双方自愿的可能。万海肯定不是强买强卖，他跟王玉是老相识了。当时呢，王玉欠了好多赌债，天天有人上门堵他，他没办法，着急要卖这个货场，因为他缺钱，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收过来以后呢，人家万海弄得风生水起的。王玉眼红了，反咬一口，这就是事实。你说这些，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有啊，陈有才就能作证。这事儿就是陈有才牵线搭桥的。对于王玉所说的，他被万海的人非法拘禁、殴打、强迫，他签了转让合同这个事实，目前为止，只有陈有才的口供证明，没有王玉的伤情鉴定报告。至于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吴小天认罪态度良好，但他供认的重伤害吸毒者刘贵是万海指使这一情节，只有 KTV 女服务员邵小燕一人能够佐证。同样存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的问题。你说万海指使你教训刘贵，谁能证明啊？万家灯火的那个邵小燕儿，万总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他就在边上。你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万海案2年了，迟迟不能起诉，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就少那么一点点佐证，这案子就判不了了吗？办案子是公检法3家的事儿，
查明事实归公安，咱们的任务就是审查起诉，该提意见提意见，该退补退补，可该起诉就得起诉。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都像你这么干，咱检察院不得被骂死啊？那也得看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吧。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事儿反正我不同意，我就要行使检察侦查权，我就要补充侦查。李仁俊希望我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万海案。谢鸿飞接任主办检察官后，万海的辩护律师张文京被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批捕。张文京，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万海，这是你的认罪认罚具结书，要是没有什么异议，就签字吧。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这2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可是万海案仍然被快速推进。在我看来，主办检察官谢鸿飞、律师程子健、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我当时说，乔振兴的死是不是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海案有关系？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说万海不是黑社会，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祸？张文清在法庭上也是这么喊的。张文京当年喊冤，万安、老乔的死，我能不能把这仨事儿串一块儿？因为马重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可是同时说的这仨事儿。老乔之前查万安，可能他也觉得张文京不应该是在这里边，查来查去发现，不但张文京不应该是黑社会，万安也不是黑社会。他继续查，可能都快查到真相的时候，他被人我同意你把这3个案子串联在一起，那你告诉我，谁杀了他？谁？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但是组长，我对万安真不熟，就这事儿还得。万海，乔振兴收了万海的钱，但是没有帮到他，所以万海找人报复。这样啊，组长，我斗胆我给你点一下这个逻辑哈。您的意思是说，万海把钱给他了，让他办事儿，他没办。那万海直接找人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你何必要杀一个人呢？你多背一条人命，不更恰恰说明说你就是坐实了黑社会吗？如果他要报复，他也不至于报复他，因为他一直在说万海不是黑社会，他应该报复谁？谢呢？所以，组长，我觉得万，
王玉，万川物资集散中心原本是王玉的，最早也是王玉举报的万海使用暴力手段抢走了他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万海案判决生效，那物资集散中心必然是会还给王玉的。但是，乔振兴2次退步，差点让这个案子不能起诉。所以在王玉眼里，乔振兴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哎，我觉得后边特别能自洽，但是前面我现在提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现在谢已经接班，他被拿下了，那你王玉动他干啥？你直接等谢把万海办成一个铁的黑社会，他就可以得到他自己的物资集散中心了。所以王是不是也重新读一下？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政绩吗？还是被人买通了？洪亮，你作为11部，思路没打开啊？万海案是什么样的案子？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大案要案。如果办成了呢？办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正面典型。如果没办成呢？办不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反面教材。乔振兴被撤，依然不撒手，还在努力要把万海案给推翻了。如果乔振兴败了，那就是正面典型；如果乔振兴成了，那就是反面教材。所以洪亮，你告诉我，乔振兴到底动了谁的堂？假设东平的某些人，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那样王玉就可以拿回他曾经经营过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那王玉就是杀害乔振兴的真凶，而王玉背后的保护伞就是撤掉乔振兴的那个人。你的老同学。假设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假设，肯定是。虽然说你这个假设比较大胆啊，组织。别乱想，绝对不可能。肯定不，你这不现实，你这有的是。
哎，挺会挑地方啊。哟，跑我这儿睡来了，当旅馆了这儿？路上不好睡。哎，对了，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省得给你打电话说了。那告别会定在周6了啊。哎，你们不会这2天就走吧？我们这还琢磨着那个，你们不是要回去了吗？怎么也得给指导小组开一个这种践行会，小型的，咱们就在这个我们单位食堂，你跟组长汇报一下，定了没有？哪天走？我就是个虚职。这事儿这么大，我哪说了算？我得问大领导去。你不会跑我这儿只是为了睡觉吧？到底什么事儿找我？说。李姐，洪组长，小关，参加党组会的成员基本都到齐了。您看，我申请借用一下你们李姐卖一小会儿。哎呀，那个再给我2分钟，马上我就上去。好嘞，好嘞，跟大伙说一下。那你们先聊。好。哎呀，快点吧，时间不等人呐，有啥事赶紧说。前2天不是张文京翻供了吗？搞得我们很被动，推进不下去了。我就忽然灵光一现啊，我就在复盘这些事儿。你说王玉举报万海，他的这个动机，他是个啥呢？你说动机啊？这动机确实我们之前也琢磨过，但你反过来想啊，这也没有哪条法律法规就规定举报一个人的动机必须得是单纯的为了伸张正义，对吧？他也有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只要不影响法律的公平公正，这没毛病啊。咋没毛病呢？啊，王玉举报万海根儿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啊，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等多少年？哎呀，他胆儿小啊，他害怕呀。那万海是啥人？黑社会啊！不是你胆儿小，那咱按正常人逻辑，要不然你报案，要不然你跑。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那奴性怎么那么强？这哪是奴性的问题，这是人性的缺失。再说你给他打工，那万海没少给他钱，工资挺高的。你从万海的角度，他是一开矿的，他哪知道该怎么经营？万海角度我不关心，我就关心王玉角度。他等啥呢？哎，等机会。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他就在万海身边等着报复的机会，这不让他等来了吗？什么呀？等着什么了？那不就那个万家灯火那个伤害案吗？你看说回来了啊，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王玉才拿这事儿举报呢，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做不实诚，你心里得有点数。你知道吗？苦雨江头风波，做人一生坎坷多。兄弟，我心头上有件事儿，那不见孟婆不得过。自古黑白分颜色，别扯放下就成佛。好人都未必能有好报啊，那坏人凭啥享安乐？为一口气，为一个理。场记，老子走到底。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举火把。我要朗朗乾坤下，世事有我。
王法。